那各位，有人听说过万人冢吗？在离我们家几里开外就有一个万人冢。这个冢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我们这边指的就是那个坑，曾经埋葬过数万的人，并且是万数死于非命的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那个饿得人吃人的饥荒年代，到处都是逃荒的人，而这个万人冢就是这样形成的。原本那个坑只抛下一个死人，这后来就多了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深坑。在那个人吃人的年代，死人是常有的，有些人甚至都生吃孩子，所以深坑中尸骨就越来越多，这坑也越来越大。经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洗礼，那个深坑逐渐被风沙所掩盖，变成了一片树林。说来也奇怪，那片树林偏偏长得极好，就像是被血液给浇灌了一般。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地方几乎就是一个禁忌，没有人提，也没有人去，哪怕那里的树长得最好，一些野味也长得好，可就是无人敢吃。直到村里的二赖子抓了一只兔子。那天村口的大妈照常在摆闲话，二赖子提了一只野生的兔子路过。这兔子长得极其水灵，雪白的兔子被二赖子拎着耳朵，滴溜溜的眼睛四处乱转，顿时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胆大的孩子已经开始上手想摸那个兔子，然而原本温顺的兔子却突然呲牙咧嘴，血红的眼睛就这么看着那个孩子，牙齿上面甚至有一点红血丝。胆小的孩子已经被吓得哇哇大哭，大婶们也开始七嘴八舌地怪着二赖子，瞧瞧哪来的畜生，吓坏我家娃娃怎么办？二赖子，你上哪捉的兔子那么凶，怕不是那座树林里面捉来的吧？听见这话，二赖子马上一脸凶相。二赖子是人如其名，怎么可能听得这样的话？几位婶婶要是太闲的话，不如先管管自家那档子事儿。张婶儿，你家儿子天天往李寡妇家跑，王大妈，你女儿还没嫁出去呢。听闻这样的话，几位大婶闻言便不再讲话了。小孩子们捏着自家大人的衣角，这二赖子却是提着兔子就往家里面走去。二赖子一走，大婶们又开始对着他的背影是指指点点了。一群长舌妇，管得真多。二赖子依旧往家里面走着，他才不想去争什么呢，他想的是如何美餐一顿。果然，到家的二赖子便迫不及待地打算宰了兔子，做一锅麻辣兔子。这么一想，二赖子吞了吞口水。但是就在他想着等会儿的美食时，这兔子却突然间跳起来咬了他一口，瞬间是鲜血淋漓。他爆了一句粗口，便一刀结果了这兔子。兔子的头掉在了地上，鲜血到处都是。二赖子看过去，发现兔子的眼睛是血红血红的，就这么盯着他。他甚至还在这兔子的脸上看见了一抹笑意。他原本就生气，看见这抹笑就更气了。他捡起兔头，几刀下去，兔子的头颅瞬间四分五裂。他也没管那散落的秃头颅，拿起兔肉是三下五除二的便处理好，便开始做了起来。没多久，一盘香喷喷的麻辣兔肉便做了出来。此时天已经黑了，他搓了搓手，便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但是突然不知从哪儿响起了一阵哭声，把他吓了一跳。他停下咀嚼，这声音又消失了。他又尝试着咬了一口，声音没有了。见状，他便放心地继续吃了起来。晚上，二赖子睡在床上，他家旁边多出了很多身影，是一个又一个的靠近他家里。那些身影都是半透明的，看不清身形，只看见是人影。这是哪儿？二赖子懵了，他睁眼便是一片漆黑，还能闻着一阵阵的恶臭味。他无助地站起来，尝试性地往前走，却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看，借着月光，他看见这竟然是一副尸骨。还没等他尖叫呢，脚上便传来了一阵冰凉，尸骨的手抓住了他的脚。他是动也不敢动地站着，在月光下一切都显得那么显眼，这就是那个万人冢。
并且四周的尸骨都在扭动着，有的挂着肠子，有的缺了眼睛，有的身体上还爬着老鼠。二赖子直接被吓得坐在了地上，他双腿间一热，却死死地捂着嘴。他看见那些全是骨头的在啃食着还有一些肉的骨架，血腥味到处都是。还有几个骨架在用很小的小婴儿骨架加上从身上抠下来的腐肉，捏呀捏的就捏成了一只小兔子。兔子！二赖子突然想起了自己吃过的兔子，胃里面是翻江倒海，吐了出来。然后突然间身边安静了。二赖子抬头，兔子的眼睛看着他，那些骨架有的有眼睛，有的没眼睛，反正都在朝他的方向看。二赖子挪着身子倒退几步，抓着他腿的骨架子却死死的在捏着，渗出了血，鲜血是咕噜咕噜的越冒越多，喷了二赖子一脸。他想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看见那些兔子全都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二赖子就那么清晰地看着那些骨架爬过来，咬向他的头颅，疼痛感传遍全身，却是不会死，脑花流了一地，一个坑的骨架们都在抖动着，好像很兴奋。这时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小婴儿的哭声，阵阵凄厉，直到一只手骨伸向了他的眼睛、耳朵，他逐渐失去了全部感官，慢慢的仅剩骨架，直到他成为了这万人种其中的一员，加入了这互相啃食的世界。过了很久，村子里的人闻到了一股恶臭，这才循着味道找到了死在家中的二赖子。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而他的旁边刚好有一个兔子的头颅，是异常可怕。几天前，二赖子在路边捡到了这只兔子，他以为这是老天的礼物，殊不知这是恶魔的鱼钩。那么问题来了，路边看见的东西你敢捡吗？我是一个实习医生，每天都跟着科里的前辈解剖人体，参观手术过程，然后把形形色色的尸体送到停尸间去。饶是我是个医学生，长此以往也是有点恶心，毕竟我还没有像科里那些前辈一样，可以成熟到面对一具巨人观散发着腐臭的尸体，还能风轻云淡地吃外卖。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吃肉都没什么兴趣，每天外卖都是一些素菜，食欲不振，加上高强度的加班，我很快就瘦了一大圈。直到一起来实习的同学小福跟我说，医院前面一条街新开了一家火锅，味道特别棒，央求我跟他去吃一次。我本来想回绝的，但解剖做多了，闻到烤肉的味都感觉像是尸体烧焦的味道。但小福硬拉着我，向我保证，说是那家火锅绝对跟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这刚好第二天也是我轮休，我就答应和他去吃了。那家火锅店不大，开在医院前的一个老街，店里几张桌子都坐满了人，食客们是热火朝天的吃着。我跟小福按照菜单推荐点了一桌子菜，等待火锅上桌。很快服务员就把锅底端了上来。这家店的火锅底料是纯黑色的油膏一样的东西，暴露在空气里面没有什么味道。接着服务员就把清汤烧开，加入调料之后，又把锅底放进去，一股奇异的香味是油然而生，氤氲了整张桌子。小福搅拌着锅底，开始往里面下肉，说：“这家店的火锅底料听说是独门配方，等一下吃起来才更过瘾。”我捞起一块牛肉，看着上面泛着黑色色泽的油脂，虽然看起来脏脏的，不过味道是真香啊！我一口放进嘴里，果然和小福说的一样，这家店的锅底是奇香无比，让人回味无穷。我心满意足地吃完火锅，想找店员把剩下的锅底打包回去煮面条吃，谁料服务员当着我们的面把一瓶墨水倒进了锅里，随后对我们歉意地笑了笑，说不好意思，本店锅底不能外带。我和小福都觉得有些夸张了，所以说是秘制火锅，但也不至于这么防着吧。没过几天，我又想吃火锅了。之前太久不沾荤腥，
直到那家火锅店打开了我的食欲，又让我想吃肉了。不过我还是吃不下平常的炒肉，只想吃那家的火锅。可惜那家火锅店不提供外卖服务，每次都是小福偷偷给我装一点带给我吃。这天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夜里的科室特别忙，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晚饭。小福给我打包的火锅都已经冷掉了，火锅油凝固在碗底，变成了一块黑色的油膏。终于忙活完了，刚把火锅放进微波炉加热，又突然接到了带我实习的老师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恐怖，让我多带几个人去停尸间，说是尸体被偷了。我听了之后是大为震惊，这年头还有偷尸体的。饭也顾不上吃，叫上另外2个同事就一起去了停尸间。到了停尸间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存放尸体的柜子都被拉开了。实习老师面色阴沉地核对每一具尸体的身份信息。我上前跟着查看，发现这里的尸体都缺胳膊少腿的，有的内脏被挖空，有的手脚被截走。最诡异的是，这些尸体的眼皮都被翻开，每双眼睛里面都扎着一根针。实习老师说，这是一些行业里面的迷信，偷尸体的人用针先扎进尸体里，这样死者就不知道是谁偷走他们的尸体了。接着我们又在一处床板下面发现了一大箱腐烂的火龙果。医院里面是最忌讳火龙果了，火龙果意味着红红火火，这种水果平时根本就不让带进科室。我们很快就报了警，警察过来调监控之后，匪夷所思地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出入过停尸间。那又是谁偷走了那些尸体？难不成闹鬼了？为了避免出现更多损失，实习老师决定第2天开始，每天晚上轮流派1个人去停尸房里面值班。回到科室，我已经没有胃口吃饭了，而且不知为什么，加热之后的火锅变成了一滩黑黄色的黏糊糊的混合物，闻起来非常油腻，被我倒进了垃圾桶。第2天从我开始值班，晚上11点多，我来到停尸房，仔细检查这些尸体有没有缺胳膊少腿。突然一阵细微的咳嗽声响起，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环顾四周，发现停尸房里面的冷气开得很足，每张床上面都是盖着白布的尸体，除了我之外没有第2个活人。此时咳嗽声又响了起来，我这次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循着声音，我发现这奇怪的咳嗽声来自墙上的一扇窗户外。可是停尸间明明在地下1层，为什么这里多出了一扇窗户呢？我蹑手蹑脚地靠近窗户，拉开窗户的一角向外看，我看到窗外好像也是一间狭窄的房间，房间里面没有人。我打开窗户翻了进去，里面架着一个大炉子，正在熬着什么东西。我打开炉子，被里面的情景给吓了一跳，许多断手断脚，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体组织器官被焖在炉子里面煮成一锅。由于这些人体组织长时间被高温蒸煮，现在已经无比软烂，变成了一堆肉糊了。炉子外面有一个小隔层，不断地接着从炉子里面流出来的液体。我当即就忍不住干呕起来，原来失踪的尸体都被藏到这儿了，这是谁干的？这些尸体的用处又是什么？我掏出手机打算联系同事，然而手机还没有接通，后脑就突然一疼，接着就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之前那家火锅店的服务员把我绑在了椅子上，眼前是一台手术床，上面躺着一具光溜溜、肚子高高隆起的女尸。见我醒了，服务员是邪恶地笑了。他说他的孩子就快要出生了，他正在为孩子的营养发愁，没想到我自己送上门了。原来手术台上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前2个月因为车祸连带着腹中6个月的孩子一起死了。他无法接受妻儿惨死的事实，便从一个香港人手里面买来了一张邪书，上面记载了一个让死去的孕妇生下孩子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炼尸油，每天往孕妇的身上擦拭尸油，并且将孕妇接触过的尸油让活人服用，就能够借来别人的生气，生下鬼婴来。我听了以后是浑身发冷，怪不得那家火锅店的底料不能外带，
再加上那诡异的颜色和气味，感情就是尸油火锅。这时，孕妇的肚子开始鼓动，有什么东西就要钻出来了。服务员开心的手舞足蹈，期待着自己的孩子降世。一只干枯黑色的手是撕开了孕妇的肚子，从里面钻出来了一只猴子一样皱巴巴的脸。她的脸皮乌青溃烂，一双眼睛只有眼白，森森的白牙尖利无比。服务员并不觉得可怕，他轻昵的就要抱起鬼婴，而鬼婴可不把他当父亲看，像野兽一样的张开嘴巴便咬住了服务员的脖子。服务员吃痛，下意识的想甩开鬼婴，谁料鬼婴却像是口香糖一样粘在他身上，从他的脸上开始吃他。我趁着混乱挣脱了绳子，连滚带爬的从窗户翻了出去，逃出了停尸间。当我叫上同事再回到停尸间时，发现这停尸间里面已经是一片狼藉，遮盖尸体的白布被扯得到处都是，裸露在外的尸体也被鬼婴啃得乱七八糟。而那个服务员半张脸都被吃掉了，他的手臂也被吃掉了一半，就躺在那间熬制尸油的密室里面奄奄一息，最后被警察带走了。而那个鬼婴据说也被一位道长给处理了。我叫杨伟，是一位旅人。在我的旅途中，我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当地的独特故事。其中我听过最可悲的故事，莫过于我在内蒙古的额尔古纳河边，听当地的鄂温克族人给我讲述的，他自己与族里面萨满的故事。这个当地的游牧民族人叫做班吉，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当时他们跟随着驯鹿的迁徙，从遥远的类纳河一路来到了此地。族群里的萨满在一次跳神之后，以满头的秀发为代价，与神明交换了秘密，决定把整个族群定居在此一段时间。那时正是日本的侵略时期，整个鄂温克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苟延残喘着。班吉清晰地记着，萨满是一个温柔的女人，她的身上有着好闻的香味，经常在额尔古纳的河边洗着画笔，蓝天绿草下，她自己就是一幅油画的完美点缀。日本人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日本兵成了黑熊与野狼之上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他们带来了饥饿和瘟疫。我们为了活下去，饥饿时不惜宰杀了驯鹿。也许是神鹿的诅咒，我们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在众多族人得了黄病之后，萨满终于决定在祭祀上跳神，祈求神明的救赎。那是一个夏季的晚上，格尔古纳河像往常一样怒吼着奔流不息，所有的族人都来了，萨满被大家围在身后。那天的萨满身穿白色桦树皮编织的神衣，鲜艳的神裙上面勾画着各种动物，裙摆是布满云纹，头戴神帽，身披神带，姿态庄严肃穆，仿佛真神在身，神秘而又伟岸。萨满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河边，松木燃起的火堆仿佛是地狱的入口，照得众人脸上滚烫。萨满就这么手拿铃铛跳了起来，嘴中呢喃着有旋律的咒语，一边舞一边唱。月色映在河面上，把萨满镀上了一层银边，看上去可怜又可悲。他跳着神舞，正在一心一意地祈求上天垂怜。突然萨满一声厉喝，然后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动作变得格外凌厉，眼神也严肃得让人敬畏了起来。猛地萨满拿出了10多支骨针，在自己身体各处刺穿了起来，先是锁骨，而后是手掌、皮肤、耳朵，场面诡异的让我们所有人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的血液就像雨滴一样湿润了土地，可萨满坚定的眼神至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波动。鲜血在地上随着他的跳神逐渐勾勒出了一个图像来，或者说是阵法。在他的舞动下，这里仿佛成为了天地的中心。这时族长带领了2个族人，把一个病人抬到了萨满身边，然后便恭敬地退了下去。萨满围绕着病人舞动起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到了一阵黑色的烟雾从病人的体内升腾而出，缓慢地融入了萨满体内。
黑雾入体，萨满仿佛突然苍老了几岁，他紧皱着眉，喘着粗气继续舞蹈。这场仪式持续了大半宿，最后一人就是刚沾上黄病的我。我缓缓走上前去，而此时的萨满已经与刚开始的时候有着天壤之别。此时他的声音已经无比嘶哑，我分不清那是呢喃还是嗓子在抽泣，因为此时萨满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他的皮肤已经变成了凄惨的灰白色，浑身露出在外的皮肤已经松弛的像是一张褶皱的白纸，上面的血管清晰可见，呈现着恐怖的紫黑色遍布在皮肤下。他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面容干枯苍老，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最让人心痛的是，他的眼睛已经布满了血丝，红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白点。我只是这么愣愣地看着他，就能够感觉到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他依旧在坚强地跳着绳，现在他的外貌就像是一个巫婆，可是在我们的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在我的身边跳了几圈，我感觉到了一阵舒服的微风拂面和一种清香味儿。随后这萨满终于是停了下来，但是此时他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他就那么颤巍巍地站立着，再也不能动一丝一毫。此时的他仿佛背负着整个族群的苦难。太阳逐渐升了起来，在朝阳的映衬下，萨满那残破不堪的身体显得更加的凄惨，大家都是忍不住低下了头，不敢再看下去。而此时他的眼睛里面只有平静与完成使命的释然。族长上前搀扶他的胳膊，想让他休息一下，没想到他的身体此时已经连干枯的树枝都不如了。在一声让人心揪的响声中，萨满的胳膊就这么掉了下来。族长瞪大眼睛后退了几步，此时他手里面还端着那截胳膊。萨满的情况还在恶化，当这种恶化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他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山轰然倒塌了。此时的萨满眼神依旧清澈，表情依旧淡然，没有丝毫面对死亡的恐惧，只是那碎裂的皮肤下，就连露出的内脏都已经干枯了。我们哭泣着把萨满的尸体放在桦树的木板上，便让他随着额尔古纳河顺流而下，去追寻真正的自由了。后来我们等来了日本的投降，我们仅剩的族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定居在此处，这才慢慢恢复了一些元气。只是山鹰不能再远行，神鹿不能再迁徙，曾经的鄂温克人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翅膀。我听了这个悲凉的传说是久久不能言语，就算是想要安慰都不知该从何说起，只能不住地叹息。古老的鄂温克人用着自己的信仰战胜了环境，可是这背后却是无尽的悲伤与苦难。美丽的中俄边界，美丽的额尔古纳河边，我久久地矗立在此，心中感受着游牧人的无奈与哀伤。我叫李华，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学生。我本来是一个早上不想去上学，晚上不想回家的孩子，但是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晚上回家都是跑着回去的。上了高中，爸爸妈妈为了方便我上学放学，就卖掉了旧房子，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新家去。新家的小区旁边有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供人散步的河堤，河堤的上部离河面有一定的距离，河堤的墙背面上有几个很大的排水孔，走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排出的废水是无比奇臭。一次考试过后，我看着不及格的试卷，心中不爽，又不敢直接回家，就到河堤上走走，想散散心。深秋的河边已经很冷了，在冷清的月光下，一阵刺骨的阴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我从包里面掏出了一包烟，取出一根点着，抽了一口，瞬间感觉心旷神怡，就一个字：爽。又往前走了不到10米，快走到第1号排水口的时候，我心想：妈的，臭死了！再抽一口就回家，不往前边走了。可是就在我准备再抽一口时，一抬手我就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的烟少了一大截。短短1小节路上，我可真是一口也没抽。接下来更加恐怖的一幕就出现了，我2根手指夹着烟悬在空中，暗暗的火突然间就亮了一下，接着又暗了下去，一会儿又突然亮了，就像是有谁在吸着这根烟似的。我手一抖，烟就掉在了地上。可这烟并不是横着掉下去的，而是竖着掉下去的。掉下去的时候，烟不仅没倒，而且还直挺挺地立了起来，就像是香炉里面插着的香似的。可是这水泥地面，这香也没个能插得住的地方啊！我看着立在地上那忽明忽暗的烟，吓得腿都软了，差点瘫倒在地上，连跑都不会跑了。到最后，烟头上最后一点火星也消失殆尽时，我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撒开双腿拼命地往家中跑去。在路上，我还撞到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冲鼻的臭味，碰到的时候还感觉他身上有点湿。黑夜中，我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脸，他正往1号排水口那边走去。可是我哪里还顾得上提醒他那么多，我只有一门心思的想要回家去。我是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中，跑回了卧室，看着衣服上面那发臭的水迹，一切那么像是一场梦，又是那么的真实。我多么希望我今天晚上没有在外面溜达，而是早早的回家去了。我希望现在现实中的我已经上床入睡了，这只是一个梦。可是那团发臭的水迹是那么真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刚刚我所碰到的都是真的。我听到我爸爸在外面大喊：“臭小子，再这么跑回来，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妈妈看见我是慌慌张张的进来了，就在门外问我：“儿子，怎么了？”我怕吓到他，于是就回应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脸是火辣辣的疼，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第2天我去上学，在路上我需要跨过一座架在那条河上的桥，在桥上那几个排水管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其中那个1号排水管里面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里头，好像是一个大包，有点类似于那种旅行袋。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进入了一个隧道，头朝下一直在往下掉，周围湿漉漉的，还有一股子臭味，好像有很多水，里面还夹杂着人中黄和金汁。然后我就感觉换了一个方向，变成了往前滑行。我抬起头来，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出口，我低下头闭着眼，在出口处猛地刹住了车。我闻到了一股之前没有闻到过的臭味，就好像有什么哺乳动物死掉之后被水泡过的味道，有一股子尸臭味，还有一股子水腥味。我睁开了眼睛，想要看看现在的处境，可是一睁眼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袋子躺在下面。那个袋子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好像今天早上我见过。我想拉开拉链看看里面是什么，可是我的手还没碰到它，突然间这袋子的拉链就毫无征兆地动了起来，从上往下缓缓地拉着，就好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拉拉链似的。这拉链拉到了最底下，我盯着那条缝隙，突然这袋子里伸出了2只手，2只手上的指甲已经全部脱落，手上还有被啮齿类动物咬过的痕迹，手指关节处可以看到森森白骨。袋子被2只手打开了，一张脸慢慢地探了出来，那张脸浮肿发白，还有糜烂的痕迹，眉毛已经不见了，2眼翻白，2唇被泡得发白且肿胀，已经张开了。这个人慢慢地坐起身子，抬起头来和我对视着，那张脸也是越贴越近。我听着四周哗哗的流水声，闻到了那越来越清晰浓烈的臭味，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恐怖的脸，只感觉我的嘴中一酸，那是我的胃酸混合着我胃中的食物一起反了上来。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受我控制了，我感觉到恐惧、恶心、厌恶一并涌上我的心头，我是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这时我的梦醒了，睁开眼睛，我还躺在床上，冷汗浸湿了我全身，
但是身边的呕吐物却告诉我，刚才我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看见1号排水管那里站了很多人，有很多警察，还拉上了警戒线。我也凑了过去，但是不久之后我便后悔了这个决定，我不该去看的。我当时看见警察从排水管里面掏出来了一个很大的带有拉链的袋子，袋子的侧面已经被什么动物咬开了，露出了一只泡得发白发胀的脚。拉链是打开的，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尸体，就和我那天在梦里面看见的一样。他的2只手还保持着扒着拉链向外的姿势。这是一起谋杀抛尸案，凶手最终被找到了，并且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在那天晚上，我是一连发烧了好几天，爸妈找人问了问，烧掉了我那件沾了臭水的衣服，我这才好了。但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晚回家过了，而且从此好好学习，并且从那天之后，我把烟也戒了，因为我不知道在我抽烟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人和我一起抽。那各位，有一种日式娃娃，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见过一些图片。娃娃的眼睛是眯眯眼，2个痘痘没挂在眼睛上，就像是吊丧的鬼。明明是小女孩的形象，却抹着鲜艳的红唇，一身花哨的大红旗袍配上苍白的脸，让整个娃娃都透露着诡异。我叫杨伟，女友送我一个神威娃娃，据说这个娃娃有着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人心想事成。可是由于一件件的日常琐事，我和女友分手了，于是我的噩梦就开始了。最近一到晚上，我就会觉得房间里面有奇怪的响动。开始我还以为是老鼠作祟，可是那诡异的挠门声让我正视了这个现象，我家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当我从被窝里面爬出来时，透过卧室的门玻璃，我看到了一抹红色，是那个小娃娃。此时那个娃娃已经不仅仅是用诡异可以形容了，那僵硬的脸上竟然透露出了一股人性化的凶狠，让我一阵心悸。我瑟瑟发抖地躲在门后，盯着房门默默地坚持了一宿，直到天亮我才听到声音的消失。双眼布满红血丝的我颤颤巍巍地打开了卧室的房门，那房门下方全部都是触目惊心的抓痕，不知道那小小的塑料身体是怎么把我的实木们抓成这样的。可我趁着白天翻箱倒柜地寻找了所有的角落，但却惊讶地发现那娃娃竟然消失了，就像是我的女友一样，仿佛没存在过。夜晚又马上要降临，无奈我只好躲去了宾馆。正当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思考着如何才能摆脱掉这个梦魇时，一种机括快速敲击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我的身体猛然绷紧，现在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我的心脏不规律地停跳。我觉得我要是再这样下去就要猝死了。我疲惫地爬了起来，仔细分辨着声音的来源，然后我就把目光锁定到了窗外面。我缓缓地拉开窗帘，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我被吓得瞬间身体上浮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定眼一看，那窗户上赫然有着一张半张脸那么大的嘴的神威娃娃，那嘴里面布满了尖细的牙齿，仿佛图钉一样在发着冷光。此时他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我，奈何有玻璃的阻拦，娃娃那渗人的牙齿只是敲打我的玻璃，时而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咯声。我是惊恐的大力合上窗帘，躲在床上抱着腿颤抖。这一晚上我几乎是没有合眼，但是我不记得这声音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可能我睡了半个小时或者是10分钟。再次缓过神时，天就已经大亮了。我实在是熬不住了，2夜没有睡好的我，头就像是要裂开一样的痛苦。于是我只好去了前女友家里，希望征求她的原谅。可到了她家时，我才发现她的家竟被布置成了灵堂，而客厅中央的黑白照片赫然就是我的前女友。我慌张地问那在一旁哀伤的2老原因，可他的父母见了我，竟然像是见到仇人一般对我拳脚相加，
我忍无可忍，刚想还手，但他们却拿出了我女友的日记。日记的最后一页赫然夹着一张我和别的女人亲吻的照片。我愣住了，那确实是一个和我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人，可是她是怎么发现的？难怪最近对我是各种盘问，而且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问我爱不爱她。原来她早就知道了一切了。我心虚的想要逃离这里，可是此时我却愣住了。余光中，我扫到了前女友送给我的那个娃娃，此时她就在她的灵位旁边摆着。一瞬间，我仿佛和那个娃娃有了对视，而娃娃的眼睛却像极了我的前女友。此时我心里面是慌得不行，愤怒有之，恐惧有之，震惊有之。最后恼羞成怒的我一步冲到了娃娃的眼前，然后抬手打开打火机点燃了它。一股黑烟伴随着焦臭顿时充满了屋子，隐约间我听到了凄厉的尖叫声。娃娃就这么一动不动，但是我总觉得我在焚烧的是附在娃娃身上的我的前女友。于是我是再也不敢在这里停留，在众人的怒骂声中，我逃离了这里。虽然对前女友还有一些愧疚，可是我的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摆脱了那个恐怖的娃娃，我也终于能够睡个好觉了。可是当我回到家里，却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首先是传来怒骂声，接着又是断断续续的哭泣和质问。我听出来了，是前女友母亲的声音。她大致的意思是，我对她女儿的尸体做了什么手脚，现在她女儿就像是被火烧了一样，全身乌黑，分辨不出人样了。我是惊悚的听完之后赶紧挂断了电话，心里面是一阵忐忑。我也终于确定了，那个娃娃真的和前女友有着什么隐秘关系。而这时突然间我感觉脚下一凉，脚直接失去了知觉。我低头一看，却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中。一个浑身被烧得血肉模糊的身体，此时已经抓住了我的脚腕。那个黑红色的脑袋此时已经没头发了，就这么仰头在地上看着我。惨白的眼仁与血红色的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吓得我是肝胆俱裂。这时，这个恐怖的东西嘴中吐出了几句话，声音虽然极其沙哑至极，可我还是听出来了，那就是前女友的声音。你烧掉了容器，所以我亲自来找你了。我一阵眩晕，他的话让我一阵茫然。那个娃娃是他的容器吗？失去了容器，他鬼魂竟然如此恐怖。我是一阵后悔，可是那一点一点往上探的双臂和怨念极深的双眼让我无力反抗，就像是被蟒蛇吞掉了一半的兔子，直至浑身都失去了知觉。这空旷的房间里，我的身体是轰然倒地。背叛是背叛者的墓志铭，当我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么结局注定是不会美满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从一而终，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那各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谁没有过偷果子的经历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但是让我就此改过的是那次我在果园遇鬼的恐怖经历。我记得那时在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奇怪的老太太，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见过她长什么样子，只记得她整天穿着一身黑色长衫，戴着一顶把脖子也遮住的黑色帽子，她的背特别的弯，好像要长到土里面去一样。她应该是不会说话，每次看见村子里的其他人都是高举双手，咿咿呀呀的乱叫。那时村子里的小孩子，包括我，都特别怕她，感觉每次她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让周围的空气都低上几度。虽然她的外表让我们所有人都惧怕，但是她给自己的果园却料理得很好，那里面结满了苹果，红彤彤的，每个苹果都长得又大又圆。我和杨伟还有其他几个好朋友约好，到晚上的时候一起去果园偷果子。我们一行人顺着围墙翻了进来，
果园很大，晚上没有星星，月亮确实很好。空气里面果香混杂着一丝异样的腐臭味道，不知从哪儿吹来了一阵阴风，这果园里的温度好像一下低了好几度似的。果树也像是被风给掐住了脖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左右摇晃。树的影子投射在平坦的地面上，像是一个个奇形怪状的人。老人总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在杨伟的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别看杨伟个子很高大，胆子却很小，明明才刚到这里，此时他就已经萌发了退缩的念头。我们正嘲笑他的懦弱，忽然他挂在脖子间的小铃铛剧烈地响起，在这无声的夜里显得那么尖锐，那么的突兀。我听杨伟说起过，那是他爷爷留给他的铃铛，说是什么云游的高人给的，能够发现不干净的东西。我们都是有些害怕了，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让我们并没有那么容易退缩。重振旗鼓之后，我们向着果园深处走去。很快，我们爬上树，采起了果子。有了有趣的事物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胆子很快就又大了起来。不知是谁提议我们进行采果子比赛，所有人很快响应，朝着果园的四周散开来。杨伟被分到和我一组，这一路上他是一言不发，只是直直地往前走。为了缓解寂寞，我则是不断向他搭话，他对我也是置之不理。我忍无可忍，冲上去拍他的肩膀，却给他整个人掰了过来。我被这样的他吓了一大跳。此刻他双眼内瞳孔已经完全消失，整个眼睛里面只有白茫茫的一片。他的嘴巴极力张着，里面是黑黝黝的一片，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不敢再去碰他，也不敢再和他搭话，我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生怕产生其他的变故。他也是慢慢地转过身去，看着他的后背，我是死死咬住嘴唇，才保证自己没有发出声来。他背上躺着的是一个浑身漆黑、身材极度瘦弱的老人，他瘦的实在太过分了，整个皮肤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布，直接罩在了他凸起的骨头上。他唯一看得过去的地方就只有左边的半张脸，至于右边，他右边的脸早就已经不见了，裸露在外的只有白森森的骨头。他伸出不带一丝皮肉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嘴唇上，冲我微微一笑，示意我不要出声。忽然，杨伟脖子上的铃铛再次剧烈地摇晃起来，速度是越来越快，我甚至看见了铃铛摇晃时所产生的残影。这铃铛声似乎能牵动我的心脏，我的心跳也在短短的时间暴动起来。随后，一阵清脆的破裂声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我的心跳也是随之停了下来。随着铃铛的破碎，杨伟背上的老人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杨伟终于是恢复过来，嘴里像老牛似的喘着粗气。他和我对视一眼之后，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快步朝着果园出口走去。我们不敢回头，但恐怖的声音还是不出所料的在身后响起，声音由小到大，数量由多到少。我们按耐不住强烈的好奇心，齐齐地回头看去。我们看见了每一棵树上面都坐着一个衣衫褴褛、高度腐烂的人，他们有的缺了眼睛，有的胸膛只有白森森的白骨，有的明明没有双腿就飘在半空中。自他们的眼窝里、骨缝里，又或者是嘴巴、耳朵中，一些发达的根系顺着骨头生长而出，刺穿残破的皮肉，几根肥硕的蚯蚓在根系之间穿梭蠕动着。我们脑子里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身体也只会机械似的拎着双腿朝着出口的方向狂奔。耳边的风是呼呼吹过，忽然我脚底一紧，身体直直地朝前方栽去。我强忍疼痛低头一看，自果树底下伸出的是一双双苍白无力的手。后来我冲出果园，跑回了家中。我连续发了好几天的高烧，从那之后我是再也不敢在晚上出门了。这次10几年过去了，那老妪早已去世，村民们重新开垦他的果园，在每一棵果树下面都发现了一具生蛆的尸体。
这是我早年间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想想还是一阵后怕，并且从那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在晚上开夜路了。我是一名在大山里面工作的石油工人，工作就是每天晚上8点以后去每个井场检查一下工人的产量，防止工人瞒报。我们这个检查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搞鬼，每次都是3个人一组，一个正式工，随机的1名临时工，再加随机分配的1名司机。3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往常一样，吃过晚饭以后，就在山顶的生活区等司机载我去油田井里。当天给我分配的司机是老王头，老王头46岁，在那个地方上班有7、8年多了。当天工作完之后，临时有点私事，就和我们打完招呼之后就下山了。我和老王头在生活区碰头之后，因为太冷，就一直待到了11点多才起身出发。期间我很想喝点酒去寒，但是工作有规定，严禁喝酒，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生活区在山顶，从生活区出门就是一条直直的山路，左右两边都可以下山。当时开了好一会儿，这老王头就感觉到这路不合适，说开了这么长时间应该下山了。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提醒老王头好好开车，之后就没有再跟他多说话了。又开了1、2分钟左右，就来到了下山的梯子路口。根据平日里的经验，过了这个路口之后，2分钟之内必定下山。我们就往左边的路上走了。当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很亮的，感觉就像白天一样。我看了一眼天，正想把车窗摇个缝抽根烟呢，这个时候老王头就突然说不对了，说是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前面的路不应该是这样。我一听也是仔细打量了起来，就感觉很奇怪。以往只要一过那个梯子路口，两边就有防护栏了，但是这会儿看去却是一整片的麦地，就是那种刚割完麦子的田地，麦地里面还立着几个孤坟。我们2个下车绕着车转了一圈，就寻思着难不成是下来的时候走错路了。老王头说是不可能啊，我开了这么多年了，哪里拐弯哪里下坡，我闭着眼都能开下去。我当时也搞不清楚状况，就说继续开，往前走走看看。又开了5分钟左右，忽然这老王头一脚刹车，就把车给停在路边了，把车前面的远光灯和车里面能打开的灯全部打开了，然后就转过头来和我说，完了，我们好像真迷路了，这路以前压根就没走过。我想这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公司叫救援。但这时候一想，那个临时工哥们儿打了一个招呼就脱岗了，叫人来，然后领导知道了，那不是得扣我们的工资吗？索性我就跟这个老王头说，不管了，王哥，你再往前开开看看。老王头一听，也就只好继续向前开。刚开出去不到1分钟，我就看见了一户人家的房子，从外面看就非常奇怪，挂着一盏灯，灯是红色的。我这时候就吩咐老王头停下车去问问路，结果老王头看到这诡异的情况是死活也不去。没办法，我就拿上1盒烟和火机自己下去了。老王头看我下车了，就屁颠屁颠地跟在了我后头。顺着路走过去，近了看见这屋子被外面挂的绿灯照的是绿油油的，有点说不出来的诡异感。透过窗子看，屋子里面也点着一盏绿灯。突然有一个影子从房子后面走了出来，我们俩一看，那是一个老头，他穿着60、70年代的那种中山装。我虽然觉得很奇怪，但是也没多想，就赶紧上前搭话，说是我们迷路了，从哪里可以去那个什么什么镇，并且随手给大爷递上了一根烟给他点上。这个老头拿着烟抽了一口，抬头看了一下我们过来的那座山，他是嘿嘿的怪笑了一声，那声音是沙哑又有点嘶吼，当时就让我有些发毛。这老头就指着前面也不说话，我们俩都有点奇怪，这老头看着就很诡异。我当时道了一声谢，拉着老王头就走了。上了车，我往后瞅了一眼，发现那老头一直站在原地没动，脸朝着我，脸上以一种非常扭曲夸张的诡异的样子在笑着，看得我毛骨悚然。我就赶紧催促老王头开车走。
我们俩一直沿着老头指的路开了有5分钟吧，居然又走回了那个房子那儿。我们俩当时就呆住了，这他妈鬼打墙啊！此时给我们指路那个老头还站在原地，只不过脸扭曲过来了，但还是那个诡异的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得我的心是砰砰直跳。这时老王头有点生气了，他一下子冲下车去，我正害怕，这也没拦住他。老王头走过去，一把抓住那老头的衣领。妈的老东西，你耍我是不是？到底往哪儿走？是不是你搞的鬼？没想到那老头一下子脸就变了，两只眼睛灰白灰白的，整张脸上全都是黑毛，整个人变得像猴子似的，手指甲也变得像刀子一样尖。啊的一声怪叫传来，他就一口把老王头的手给咬断了。老王头捂着手，痛苦地在地上惨叫着。我当时在车里面已经被吓傻了，那东西呼的一下就骑在了老王头头上，咔哧咔哧地撕咬了起来，咀嚼骨头的声音传来。老王头凄厉的惨叫声是打破了这夜下的寂静。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啊，老王头则渐渐的没了动静。那东西转过头来看着我，我是一下子就清醒了。我看见老王头的断手断头在地上呲呲的往外飙血，溅的那东西满脸都是。我这才惊叫着从车里面跑了出来，没命的朝着身后跑去。但是我哪跑得过这鬼东西，一瞬间那东西就扑了上来，他抓住了我的右手臂，一口便咬了下去。顿时我手上的一大块肉就被咬没了，我疼的是一脚把那东西踢开，忍着疼痛向前跑。那东西被我踹了一脚，在地上对着我嘶吼，然后又扑了过来。情急之中，我摸出了一个打火机，莫名的对准了他。只见他往后缩了一下，看样是有些害怕。就这样，我是一路一直打火，然后一直向前跑。也不知跑了多久，那东西也不敢再往前追了，转身消失了。我则是累得精疲力尽，晕了过去。在醒来时，我已经被路过的人送去了医院里。在事后我就辞了职，因为老王头的车和人都消失了。警察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是疯了，老王头的车和人就再也没有找到过。可是我手臂上的伤却提醒我，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并且我差点也死了。所以遇上未知的东西一定不能不敬。也许本来他没有想要伤害你，但是因为你的不敬，就可能遭来无端的灾难。那各位，我朋友晚上突然来找我，他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危险，有很多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又真实存在的危险东西，比如鬼、神、妖、怪，又比如梦魇。说到这2个字的时候，他明显是害怕的停顿了一下语气，好像梦魇就在他的周围一样。我开着玩笑的问他说，梦魇是梦里面的鬼怪，他还能影响到现实不成？我朋友却严肃地看着我，摇了摇头说道，并不能，但它会让你生不如死。说实在的，我都有些害怕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给感染了。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就打断他，告诉他我困了，该睡觉了。他恳求让他在我这里睡一晚，明天再走。我自然不会拒绝，让他睡隔壁房间。熄了灯之后，我闭上眼睛就开始睡觉，没多久我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在熟睡中，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向我靠近，它压到了我的身上，让我无法动弹。湿润温柔的东西在我的脸上游走着。迷糊的我下意识翻过身，打掉脸上的东西，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别闹，睡觉呢。但突然猛地一精神，想到了晚上朋友说的话，我脑子突然就清醒了过来，背后的汗水都将我的衣服给浸透了。我不敢睁开眼睛，生怕自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好在对方并没有再继续下去，我等了不知道多久，激动跳跃的心是平稳下来之后，眼皮又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不知不觉的又睡了过去，
然后又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房间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我朋友好像正在和谁叫骂着，然后又有摔打东西的动静。最响的是某个什么大物件砸到了墙壁上，这巨响瞬间就把我给惊醒了。我惊爬起床，连忙跑到了隔壁房间，敲门询问：“哎，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没事吧？”我朋友听见我的声音，打开门，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越过他进了房间，开灯一看，这房间里面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摔打的痕迹。我是疑惑地站在原地，心想：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我家，是别人家传来的声音吗？你在看什么？我朋友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我转头看他，脸色却瞬间煞白，连连倒退了10几步，撞到墙角摔倒在地上。我看到我朋友的头和后背，他的头是呈180度旋转过来看着我的，脸上的表情诡异，眼睛突出挂垂，张口吐出了一条长长的舌头，舌头上面还有一层黏糊糊的口水附着在上面。怪物是猛地一甩头，舌头便缠绕在我的脖子上，用力收紧，让我无法呼吸。慢慢的，我的双手开始无力，意识开始模糊消散。啪的一下，我的脸上被人给重重的抽了一巴掌，我朋友把我打醒。此时的我就好像刚从水池里面出来一样，全身都湿透了，被褥也是湿的。我一脸没活的模样回头看他，我朋友松了一口气，告诉我自己刚才就跟疯了似的哇哇乱叫着，是怎么叫也叫不醒。我惊魂未定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脖子，全都是冷汗，这噩梦太真实了。我朋友是一再确定我没事之后就回去睡觉了，我也实在是被吓得不轻，暂时没有睡意，就起身到客厅里面倒一杯水喝。在回房间路过朋友房间门口时，我听到他的房间里面传出来了吵骂声，我不由停下了脚步，贴近门，想要听清楚里面在吵什么。耳朵刚刚贴近门，门就打开了，我朋友看着我，表情是说不出来的诡异，像笑也像哭，还咧着嘴巴，口水滴落在地上。我退后了2步，脚下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好在我朋友伸出了手，他抓住了我的手，拉住了我，这才没摔倒在地上。只是我的手上黏黏的，像是沾上了什么液体，想要收回手，他却加大了握力，握得我手掌发疼。我尝试着挣扎脱手，但他的手却是纹丝不动。放开我，再闹下去我可要生气了啊！我抬起头看向他，长长的舌头是绑住了我的脖子，然后收紧，舌尖在我的脸上游走着，像是在品尝美食一样，十分享受，也十分恶心。我这才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只有一张蓝色的脸皮，全是尖牙的巨口，然后就没有其他五官了。我被吓得下意识抬手，将杯子中的热水泼了上去。他被烫得收回了舌头和手，捂着自己的脸和嘴巴。我一拉扯用力，就摔倒在了地上。可是地面却好像一个水潭一样，我一倒下去就直接沉了下去。我是惊恐的大口大口的呼吸着，从床上跳坐了起来，伸手摸着脖子和脸，全都是冷汗。打开灯，看着周围那熟悉的一切，不知为何却变得陌生了起来。我不敢确定这里到底是不是现实，还是依旧在梦中。我决定找我的朋友去询问清楚。敲了敲门，他却并没有回应。我有些急了，害怕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后退一个加速，然后把大门撞开。我看到我朋友就躺在床上，脸色惊恐，不断地在床上翻滚，然后四肢乱舞，好像在经历什么恐怖的事情。我被吓坏了，冲上去一巴掌拍在他脸上，没有醒。我又弄了一盆凉水浇在他脸上，还是没有醒。我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在桌子上面看到了一把指甲刀，然后就重重插入到了他的大腿里。肉体的疼痛让他惊坐了起来，他捂着自己的伤口，又看了看我，跟我说了一声谢谢我。我张了张口，最后还是没说什么的摇了摇头。
我们两人沉默地坐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天才微微亮，他就起身要离开。我几次开口想要挽留，却又说不出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马路上。等到再次有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了，被判定成重度幻想症患者。但是只有我知道，那或许并不是什么幻想，而就是他所说的梦魇。那各位，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人在受到极度惊吓时，或者是八字很薄的人，就很容易丢魂儿。这魂儿一丢，如果在7天之内找不回来的话，那这个人便会死去。我妈说我小的时候这八字就很薄，总是丢魂儿，3天2头的，我姥姥都要给我叫魂儿。这叫魂儿就是人在丢魂之后让亲人把魂儿给叫回来。但是成年之后我就没再经历那些事儿了，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我也不太记得，所以对于叫魂这事就根本没什么印象。而知道这件事儿，还是在1年放暑假的时候回家时，我亲眼看见了别人叫魂儿。那年暑假，我一直在老家的宅里面。一天夜里，我妈领着隔壁王婶匆匆到家，说王婶想让我过去帮个忙。我以为又是给他家的大孙子辅导作业呢，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王婶却说他孙子受惊了，魂儿给吓没了，他们怎么叫都叫不回来，所以想让我去引一引。我当即就想说这些人是不是疯了，但是一想到我妈给我说我小时候的事情，一时间就有些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跟着王婶去了他们家。那大孙子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浑身都是汗，嘴唇和眼睛都已经紫了。我实在是没忍住，就对王婶说：“赶紧把人送医院吧。”我心想，这还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呢，这还不送医院呢？没想到王婶眼眶一红，说是人已经送过医院了，但是医院里面什么毛病也没检查出来。眼看着人都快不行了，他们就只能先把人给接回来，想别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就是叫魂，但他们却怎么也把魂叫不回来。折腾了好几次，也只能猜到大孙子的魂大概是在前面的一个池塘边，至于为什么叫不回来，他们却不清楚。王婶说我八字薄，能看见鬼，便想让我去帮帮忙。我一听这头皮就炸了，虽然我不太信，但是我也怕呀，我当即就想拒绝。但是平日里王婶对我是很不错的，眼看他大孙子快不行了，我也不忍心，最后就只能咬牙答应了下来。于是王婶就连忙准备了一套叫魂的工具，他从鸡圈里面抓来了一只大公鸡，用小刀在公鸡的脖梗上面放了一点血，然后滴在了一个瓷碗里，然后又在公鸡的后腿上绑了一根长长的红线让我拉着，又塞给我一炷香。我看着这些东西是心里面发怵啊。王婶从灶台里面搂了一盆灰与糯米拌在一起，又蘸了一点公鸡血点在我的眉心上，让我拉着公鸡往池塘走，一边走一边喊他大孙的名字。我就按照他的话做，扯着嗓子吼着他大孙的名字，王婶就跟在我的后面，往我的脚跟底下撒盆子里面的灰。那大公鸡也听话，在前面东倒西歪地走着。没多久，我们走到了池塘边，他便不动了。王婶说大概就在这儿了，但是我看来看去也没看见什么动静。就在这时，王婶却突然压低声音对我说，让我别说话，继续叫。我愣了一下，便对着池塘大喊他孙子的名字。喊了没几声，我就突然听见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池塘里面传来，那分明就是他大孙子的声音。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王婶，后背却突然被人给推了一下，我整个人是不受控制的朝着池塘里面摔了进去。池塘里面的水很深，掉进去的一瞬间我就被淹没了头顶，源源不断朝我灌进来的池水呛得我是呼吸难受。我挣扎扑腾着就要往上浮，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脚却被什么东西给拉住了。那东西是硬邦邦冰凉凉的，拉住我脚踝的一瞬间，我头皮都炸了。我被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刚想大叫，却想起来我在水中，就连忙憋住气，用另一只脚去踹，但怎么也踹不开。挣扎晃动间，我扭身之际，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白影贴在了我的前面。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一张惨白的脸挂在离我只有10公分的位置上，就差点贴在我脸上了。那张脸怎么形容呢？仿佛是一个被灌满了水的心肺，又大又肿，整张脸扭曲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他的眼睛是凹凸无形，嘴唇已经腐烂掉了一块，鼻子也歪了，但他却咧着腐烂的嘴在咯咯咯地对着我笑。而他的胸口还有一张惨白的脸对我笑着，他仿佛是一个多脸怪一般，脸上和胸部都长了脸。可是他胸口的那张脸正是大孙子那张欠揍的胖脸。那女鬼突然伸出手掐住我的脖子，然后咯咯咯地笑着把我往水底深处拉去。我被吓得心脏骤停，终于是没忍住大叫出声来。池水不停地往我的肺里面灌，我是不停地挣扎，但却根本挣脱不开。我无意间垂眸看下去，却发现那抓住我脚踝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具白骨。女鬼和白骨死死地抓住我的意识也是越来越模糊。我心里恨呢，也不太明白。我跟王婶我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还是来帮她的，她为什么要把我推进湖里，置我于死地？如果我真这么死了，那我也是死不瞑目，化成厉鬼也要来找她的麻烦。就当我快要陷入黑暗中时，我突然听见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从头顶传来，紧接着这湖水开始变得浑浊起来，就仿佛有人在往里面倒灰一样。我的视线也渐渐地浑浊了起来，甚至连旁边的女鬼的脸也看不清楚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脚上和脖梗处的力道一松，我愣了一下，就赶紧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向上游。快要到岸上的时候，我看见那大孙子惨白的脸跟那女鬼正在不住地向下沉。我手比脑子快，一把就抓住了大孙子的衣领，拽着就往水面上而去。当我破水而出的那一刻，我却骤然睁开了眼睛。我这才发现我居然躺在池塘边，身上的衣服也没湿，手里面也没有什么大孙子。王婶正在一旁紧张地看着我，见我醒来之后松了一口气。王婶将那一大碗的公鸡血泼进了池塘，然后开口就骂：哪儿来的死鬼，你奶奶的屁股也敢来摸！他骂完之后，我俩又拖着公鸡往回走。我这才发现回去的路上，刚才被王婶泼过灰的路上多出了许多小脚印来。王婶说这就代表着他的大孙子已经回去了。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确实是他推的我，但是推的不是我的人，而是我的魂儿。我八字薄，容易丢魂儿，所以才会找上我，把我的魂儿拍出去找他的孙子。他也是迫不得已，不能事先告诉我，怕说了之后我有准备，这魂儿就拍不出来了。我是有些无语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回到家的时候果然他大孙子已经悠悠地从床上醒了过来，见到王婶儿是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这件事情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那各位，湾港市 B 区有个沿海的旅游镇，一进入这个镇子有个6通路的大路口，路口有家酒店名为爱琴海假日酒店。据风水师傅说，开在路口上的店一般都很难镇住路口上的煞气。这个酒店有个大院子供客人停车，一共6层，但奇怪的是，旋转的玻璃门异常豪华，酒店的外墙却是斑驳陆离的，墙体不知道是渗雨还是风化的，很多地方都乌漆嘛黑的，像是年久未修的废弃楼房。听说这酒店的价格并不高，168元一天。但奇怪的是，平时这个镇上非常多的打工仔和周边大学城的学生，镇上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宾馆，价位基本上都差不多。但奇怪的就是，其他宾馆的配套设施比这爱琴海假日酒店还差许多，价格也好。但即便如此，平日里其他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而爱琴海假日酒店却是一间房都订不出去。
暑假期间，我一个人来这边旅游。到这个镇上本是计划之外的事情，由于没提前订好酒店，让我在这本就房源紧张的镇子上转到了凌晨1点，也没有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兜兜转转的，我来到了这镇子上传说有些邪门的爱琴海酒店。酒店院子里这偌大的停车场却是一辆车也没有，全都是不知道从哪儿乘坐公交车而来的青年男女，穿着时尚，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压根就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冷清。我拉着行李来到前台办理入住。正值盛夏，金碧辉煌的大厅却让我感觉是刺骨的冰凉。前台小姐姐的衣服有些古怪，那红色的枪柏领马甲不太像是近几年流行的款式，也许是老板年纪大了吧，审美也就那样。我正在那胡思乱想着，一个声音是冷飕飕的传来：“你确定今天晚上要住下吗？”那呼出的气凉的就像是刚打开的冰箱门一般。我一抬头，更是把我给吓了一跳。前台小姐那脸白的就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面粉，通红的嘴唇画的像是日本艺妓。我吓得赶紧接过证件，心里面顿时打起了退堂鼓。但转念一想，要是离开这里，今天晚上还不知道在哪里能落脚啊。再说了，现在的小姑娘可不都把脸画得花花白白吗？安慰了一下自己，咬了咬牙，我就决定住了下来。酒店里面好像点着香，我嗅到整个走廊里面都是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感觉焚香的味道貌似也能安神。我在一个服务生的指引下，是迷迷糊糊的来到了房间里，将行李一推，鞋子都没脱，便沉沉的睡去。一会儿，我便被嘈杂的音乐声吵了起来。我起身拉开窗帘，向窗外望去，看见有人在切水果，有人在切肉，有人在摆盘子，有人在烤串，还有的在调音响，其他人则是慢慢悠悠地跳着交际舞，有的还在拿着麦克风哼唱着。本想下楼看看，一时间感觉有些口渴，想拿起水杯喝口水，没想到水一不小心溅到了一旁的证件和房卡上，接着上面就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指纹，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我一瞬间有些慌了，拿着身份证去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拼命地冲洗，可是越洗越发现这黑色的手印越来越多。拿命来，拿命来！此时我听见这下水道的深处传来了一阵空洞洞的声音，我被吓得赶紧冲出了卫生间，拽起行李慌不择路。经过酒店的院子，我发现那些人好像在来回穿梭着，像是故意在拦着我的去路。我大喊着让开，但仿佛没有人听见我说的话，他们仍然在机械性地重复着手中的工作，又像是那转圈做法的萨满法师在我的眼前盘旋似的。我感觉这气氛是越来越诡异，仿佛所有人做的事情都在无限的循环。恍恍惚惚的我竟然在这人群里面迷了路了，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人群的穿梭。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了过去，眼前这些人脸慢慢的变得血肉模糊，翻着眼白的眼球在瞅着我，嘴角露出了可怖的讥笑来。第二天早晨，我昏昏沉沉的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院子里，行李箱扔在一旁，乱七八糟的东西洒落一地。这难道是我昨天晚上梦游了？我起身之后不顾3七21，划拉着东西只想赶紧逃离这鬼地方。途中听周围的居民说，原来8年前的暑假，这座假日酒店来了2辆大巴车，车上是某大学组织来这里写生的大学生。那天晚上他们扯上彩灯，搭起舞台，借来酒店的音响，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支上火炉，打算烧烤音乐派对。大家吃得正尽兴的时候，忽然起风了，炉子里的火星被吹得到处都是，空中扯的彩灯、舞台、红毯，以及就连边上的音响、电脑等等电器，全部都被吹上了火星，不一会儿就噼里啪啦地着了起来。风越来越大，不一会儿那烧断的线就全部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有的女孩的脸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在惶恐之中哇哇乱叫。这边离大门还有很远的距离，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冲出去的男同学就去找水救火。他们在墙边发现了一排铁桶和一些液化气罐。当那些同学看见液化气罐的时候，瞬间就慌了，火势就要蔓延到这边来了。此时逃跑显然已经来不及，整个舞台都燃烧了起来。大门口的保安手拿着门卫上的弱小灭火器，赶紧冲上前去灭火，但却是无能为力。其他人也在慌乱地拨打119，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风是呼呼地吹着，那火势很快就引燃了墙边一排排的煤气罐。人群在吱哇乱叫着，然后伴随着砰砰砰的巨响，一朵朵蘑菇云绽放在了酒店的院子上空。当消防车忙活完之后，只见医生们从里面抬出了一具具已经分不清脸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胳膊被炸掉了，抬出来的一节一块已经无法拼凑出人形，有的眼珠子当啷在外面，有的早就已经血肉模糊。于是在年复一年的光景里，这些孩子就被永远地困在了那场大火里。每到节假日，这里便又会灯火通明，夜夜笙歌。8月13日，农历7月14日凌晨，警方在东水关河道发现成年男性及女性尸体2具。东水关警方接受采访时称，1周前，一对外地未婚男女疑受邪教洗脑，将孩子带至2人工作地广州，继而设计3人投河自尽。目前该事件已经进入下一阶段的调查，今日报社将会继续跟进报道。正午时分，太阳晒得猛烈，广州的天气一如既往的燥热。和同事约好在东水关见面，但他却迟迟未来。也许是艳阳当空照，大家都足不出户，周边的环境不知不觉地寂静下来。我低头看表，脖颈间被热浪烤得灼烧起来。再抬起头的时候，竟见到一个小孩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面前，我被吓得狼狈一抖。哥哥，买花吗？他身穿着一身大红大绿的衣服，看起来很新，然而面色煞白，目光呆滞，看向我的眼神似有若无的。我愣了一下，这才看清他怀中捧着10数枝没有经过精心打理的白菊花，有些都蔫了。谁送花送白菊花呀？我四周望了望，这光天化日之下的唯有蝉鸣。石膏像一般的小孩就这么站在我的面前，他那不聚焦的漆黑瞳孔让我感到膈应。我连忙摆手让他到别处去。小孩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犹疑，随我一同迷茫地环顾四周，脖子和身体形成了一个夸张的角度。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心想这小孩子的身体也太柔软了吧，竟然能做出这样的动作。或许是看到四下没有其他人，他也不愿意走，表情流露出恳求。我怀疑他也许是被大人控制了，只好克服着膈应，本着职业操守和良心，蹲下来问他：你一个人吗？家长呢？他表情木讷，似乎在思考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又补充说明了家长是指爸爸妈妈的意思，他这才听懂似的歪歪头，片刻后怔怔地说道：变气球了。这句话让我莫名的不适，就像是小孩子间传颂的童言无忌的恐怖童谣似的。这天还是工作日，我便提到了上学的问题。他对这2个字倒是理解得挺快的，但是表情似乎有点伤心。他告诉我说他不上学。我嗅到了一丝社会新闻的气息，就继续问他是谁不让他上学。他摇摇头说，他们说我不能上学了。他们？但是在我的继续追问之下，这小孩也答不出来他们是谁，只是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被这一双一眨不眨的眼睛盯得我心里面发毛，我就赶紧站起身来。我婉转地问他是不是家里面有困难，现在在帮父母卖东西。无论如何，我希望可以套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没想到他否认了我的猜想，只是抿紧嘴唇委屈地说，他们都有，
欺负我没有。又是他们，这孩子说话是颠三倒四的，我实在是摸不着头绪。阳光是热辣辣的刺在我的背上，将我的耐心一并消磨殆尽了。我估摸着应该过去了10分钟了，然后看了一眼手表，却发现它坏掉了。指针从刚才就停在11点45分，丝毫没有变。约好的同事还是没有到，要采访的人也没到，我就站在约定好的开阔的河道旁，不免汗流浃背，心里烦躁。我瞅了一眼小孩，他和我一样站在烈日下，红绿花衣捂得很紧实，脸上竟然没有一滴汗水。他浑身都让我感觉到了一股不协调。我嘴上边叮嘱他往其他的地方去玩，别站在太阳底下，心里边盘算着撇下他，顺势快步往河边的一座祠堂走，想避一避太阳。没想到他走路悄无声息的，我步入祠堂之后一回头，就发现他停在门外，仍然站在太阳底下。那白惨惨的烈日打在那张脸上，让我的闷热都消退了不少。他在继续恳求让我帮他买束花。我本想继续驱赶，但对上他那双漆黑如深渊一样的眼睛，这2天跟进的案件如走马灯一般的在脑海中穿梭而过，内心突然涌起了一阵不忍。我无奈地递出了5块钱现金，并不期待他能找开。只见他僵硬地扯了扯嘴角，裂开了一道狭长的笑容，再配合那呆滞的眼睛，显得诡谲无比。他伸手接过这张纸，很快又歪歪头，盯着那张纸，露出疑惑的神情。我注意到他的手腕处有一道很深的青色痕迹，像是被绳索给捆绑过。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他就垂下手，用那僵直的指节递过来了一只不算蔫的白菊花来。我忍住反感，将他用手捻过来。他收回手的时候，我害怕自己的担忧是对的。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被某些组织给控制了，我必须得问个清楚。在我问他手上的伤时，他白煞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安静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颤颤巍巍地开口说：哥哥，那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因为责任心和职业的缘故，我立马就答应了下来。他的瞳孔一瞬间似乎染上了之前没有的光彩，又像刚才那样咧嘴笑了，将嘴扯到狭长。跟随他沿着河涌下游走，他的走姿非常僵硬，脚后跟并不着地。这路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我给同事发了个定位，让他来了之后先等等我。下游淤泥遍布，杂草生长，村民们来不及处理的生活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哥哥，他转过头，直直地看向我的眼底。能不能带我过去那边？我好害怕他们嫌我恶心。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伸出手来。我似乎被他的目光给吸住了，脑子瞬间空白。那如日中天的太阳无比耀眼，让我倍感昏沉。我是在祠堂醒来的，身上的衣衫被打湿了，沾着腥臭的淤泥。身边站着同事和本要采访的东水关警方，他们是欲言又止，问我为什么会在那里中暑。原来发现我的时候，我身边正是之前那个遇害孩子的尸体，捆绑着手的尼龙绳腐烂掉了，他的一只手攥着一张新的5块钱，另一只手则拉着我的手臂，而我则捻着一只白菊花。当我拉开警戒线，小心翼翼地走入法医工作的地方时，发现了一堆不知是谁烧剩的冥币，还有一堆七零八落祭祖后所丢弃的白菊花。走近，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抹大红大绿的新衣，是异常扎眼。后来当地警方给我分享了一些坊间传闻，说是有些小孩去世之后不敢独自过鬼门关，便要找人陪他。当时正是阴门大开的时候，我恰好就进入了那个世界里。你收了他的白菊花，便要陪他上黄泉路。霎时间，
那孩子那双无助的双眼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我顿时就像溺水了一样，透不过气来。我这个人特别爱吃黄鳝，但是市场里面买的新鲜的黄鳝太贵了，我就想着自己去捉的话应该能便宜不少，而且个头大还新鲜。这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一处泥塘，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像这种野外的泥潭，黄鳝的个头其实都不大，而且还不好抓，尤其是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我下车换好衣服，穿上胶鞋，走进泥塘。这泥塘里面也没什么人，但是不远处可以看见有几个大妈在挖野菜，这也让我安心一些，万一要是不小心陷进去，还能有人帮帮我。这天晚上为了抓黄鳝，我是看了一晚上的视频教程，现在我就按照视频教程里面教的方法，先观察着泥塘，看看哪里有。没想到我的运气好极了，掏了2次就掏出了一条不小的黄鳝来。看着这活蹦乱跳的黄鳝，我是信心倍增，再次把手伸进了泥坑里。这一次我摸到了一个大家伙，这个粗细感觉和我的胳膊差不多，这得是多大的一条啊！我心里暗喜，努力想把它捞出来，但它身上太滑，而且还在不断的向下沉。我的胳膊已经够到了极限，感觉都快要抽筋了，我就只能换一个胳膊。可是换了手之后再次摸去，发现那个大家伙已经找不见了。我又反复的在旁边的地方掏了几次，但就是找不到了。一直到夜幕降临，我都准备回家了，我也没能找到。虽然我已经有了满满1桶的收获，但是我还是决定明天再来，一定要找到那个大家伙。晚上我回到家，用抓来的黄鳝饱餐了一顿。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满脑子都在想那个差一点被我抓住的大家伙，还用手比量着粗细。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听见了啪的一声，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我家天花板上的大白经常会往下掉，发出的就是这么个声音。我也没有在意，就想着明天再起来收拾吧。但是客厅里面又传来了几声大白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有点不耐烦，只好起身去查看。我刚走出卧室，脚下直接一滑坐在了地上。我揉了揉屁股，艰难地起身，发现卧室的门口有很多泥点，我刚才就是踩到了泥点才摔倒的。我打开手电筒，发现不只是卧室门口，整个客厅的地面上都有泥点。我不禁好奇，这都是我弄的吗？什么时候弄上去的呀？我很无奈，就随手抽了2张卫生纸，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去那些泥。但突然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头上，我伸手一摸，是泥巴。我心下一惊，就赶紧拿起手电筒朝着天花板照去。我顿时发现这天花板上全都是泥巴，就像是一个浑身都裹满了泥巴的人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一样。我是瘫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来，难道就在我刚才擦地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天花板上盯着我？我赶紧打开了房间里面的灯，此时天花板上的那个人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想要打电话求救，但是我的手机还在卧室里。我小心地挪到卧室门口，确定里面安全才走进去，但是在床上寻找了一番之后，却没有发现我的手机。我明明记得把手机放在了床上，这怎么就不见了？我的内心是越发的慌乱，现在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物体突然掉落在我的脚边，是我的手机。我颤抖地缓缓抬起头，只见天花板上正贴着一个泥人，他被泥巴包裹着，大片大片的淤泥从他身上掉落下来，暴露在外的皮肤可以看见已经发绿，并且还长斑了。他的眼球上面包裹了一层褐色粘液，脸上的皮肤所剩无几，可以看见皮肤下面的血管就像寄生虫一样附在脸上。见我发现了他，他从天花板上重新回到了地面，他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股一股的。我是死死地盯着他，随着他的动作，他体内的东西也钻了出来，那竟然是一条黄鳝，个头很大，很明显是把他的身体当成了养料。
我在看见黄鳝的一瞬间，大脑是无比清醒。我意识到眼前这个泥人是从哪儿来的了，也意识到那条我没有抓到的大家伙是什么了。难怪呀，明明是在野外，但是黄鳝却都长得那么大。原来是因为泥潭里面有一具为黄鳝提供养料的尸体，我还差点把尸体给捞上来。那个泥人向我走来，地面上也留下了一双双的泥脚印，一阵夹杂着泥土的腐烂味道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但是我的腿就像是千斤坠了一般，怎么也动不了。我是逐渐绝望，但是那个泥人并没有伤害我。他看着地上那已经被摔黑屏的手机，然后就离开了，只留下了我和地上还在乱蹦的黄鳝。我报了警，警察在那片泥地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但是已经腐烂不堪了，还有大量的黄鳝在她的身体里面筑卵筑巢，全身上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好地方了。经过调查之后才了解到，这女孩是和父母吵架离家出走，然后意外跌进了泥潭，再也没有出来。家人报了失踪，直到现在才找到这女孩的尸体。那个女孩的母亲看见女孩残缺的尸体，是哭得撕心裂肺，这得有多后悔呀！可能在她看来，是自己和女儿吵架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吧。我走到那位母亲的身边，告诉她，她的女儿从来没有记恨过她。说完，我把那个已经修好的手机递给了她，上面已经有一条已经编辑好，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送出去的短信，只有短短的5个字：妈妈，别难过。女孩已经死了，这是事实。与其让家人为她陷入自责，还不如让家人替她好好的活下去，替她看一看这个世界。那各位，我叫杨伟，是一个球迷。我没错过每一场我所知道的大大小小的比赛。我所喜欢的是在球场上带领观众席上嬉笑怒骂的感觉，那是在家里面看直播所感受不到的快乐。那一晚，我和朋友喝酒喝到很晚，虽然没有喝到不分东南西北，可是胀肚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于是散局之后，我就靠着马路，拎着半瓶剩下的啤酒，悠闲地逛着。在我走着弧线摇摇晃晃的时候，路过了我们本地的一个球场，有一些野球队经常在这里踢球，我也来看过几次。可是这些队伍的技术欠佳，并没有什么精彩的片段点燃我的激情。今天竟然散步来到了这里，那不如就进去看看，全当是饭后消食了。可是我当时却忘了，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果然，在我拐进观众席的入口时，就听见了激动的欢呼声。看来还真的有球，还是一场好球。我的球瘾一下就被激发了出来。我拎着酒瓶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位子上，还没等坐稳，只见场上一个长传就传到了白队的前锋，接着一个大力抽射直接进门。我惊讶于这两支队伍的实力，嘴半张着，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接着，这球场上的黑队又是一个好球，高传到球门口，然后一记头球射门，全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我兴奋地喝着半瓶啤酒，睡意全无，感觉浑身都是热血沸腾，跟随着他们的节奏开始为一队加油助威起来。很快，这半瓶啤酒就被我喝掉了。正好球场上有移动餐车，我招呼着买了一打啤酒和瓜子，重新投入了助威大军中。赛程很快就过了大半，紧张的节奏把我的激情拉到了高潮。在平时，我可是带队扛旗助威的选手，可是这次却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我也是有些收敛。两方的比分咬得比较紧，对抗得很是激烈，各种各样的高难度动作也是层出不穷，让我的心情像是在狂风暴雨中的小船一样激荡着。在又一个赛点球进攻成功时，我是再也难以压制我激动的心情，热血上涌，踩在观众席的桅杆上，用尽了浑身的力气，嘶吼着表达我的激动。一声雨毕，异变突生，全场突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包括球场上的球员，突然齐刷刷的扭头，面无表情的在盯着我看。我这才发现，他们的脸是白得吓人，眼神空洞，并且没有光亮，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抹腮红，嘴上都涂了鲜艳的深红色口红，女人都绑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就像蟒蛇一样缠在脖子上，有一些人的五官甚至都移位了，被细细的线缝合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被殡仪馆的入殓师画了一层厚厚的死人妆似的。我顿时被吓得血液都瞬间凉了下来，手里的啤酒掉落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那哪是什么啤酒，分明就是混合着泥土的黄水。手中的瓜子也变成了一大坨互相缠绕在一起蠕动的西瓜虫。我控制不住自己，本能地呕吐了起来，吐出来的是经过胃液消化了一半的酸臭食物和混着泥水的西瓜虫碎末。这时我身边的鬼看到我在呕吐，竟然诡异地扑到了地上，疯狂地把我的呕吐物向他们的嘴里面塞去，甚至还发出了恶心的咀嚼声和吞咽声。粘液把他们的脸上的白粉都蹭掉了一些，白粉下面竟然露出了青色的皮肤和森森白骨。而这时所有的鬼竟然也全部都朝着我的方向汇聚了过来。我此时俯下身体，如过街老鼠一般逃进了球场，然后被他们拉扯着差点按倒在地上。可是他们的躯体好像很脆弱，我只是用力挣脱，竟然把他们的胳膊都直接拉了下来。断掉的手指手臂挂在我的身上，我仿佛触电一样的把残肢断臂给甩到了一边，结果换来的却是我被渐渐包围，看不到一丝出路。这时那个足球滚到了我的脚下，原先黑白相间的网格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着长发的骷髅。虽然恐怖，但这时这个骷髅已经变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抓起骷髅的头发，像是流星锤一样胡乱地挥舞。这一招虽然有效，但却收效甚微。我眼看着我被那越来越密集的鬼魂围绕着水泄不通，直到再也没有挥动人头的空间。此时骷髅人牙齿都发出了咯咯的撞击声，像是很想品尝一下人肉的味道。我惊恐地松开了拿着人头的手，无助地蹲下身子，然后抱头蜷缩在一起。我只感觉我的后背上，我的身体正在被无数的鬼魂撕扯抓挠。我痛苦地挣扎着，是渐渐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可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哨声传来，带着特有的节奏，那分明就是比赛结束的哨声。确实，算算时间，这场比赛也该结束了，就像是我的人生无助又悲惨。我的脑袋里面悲观的在乱七八糟的想着。此时突然伴随着哨声的结束，一阵古朴低沉的钟声在虚空中响起。猛地，鬼魂们的吼叫声突然变了调，那声音是无比刺耳，甚至是直接撼动灵魂，就像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掺杂在了里面，是那种最终极的凄惨。我只感觉我的头突然疼得像是要炸开了一样。在我昏倒前的最后一幕，我依稀记得，鬼魂们在钟声的震荡下化作了黑白两道光亮，旋转着纠缠着消失在了眼前漆黑的空中。此时我的手表正好跳到了凌晨4点。再次醒来是在刺眼的阳光下，我一个人躺在这个球场里，手边还带着我带出来的啤酒瓶。昨天晚上的经历太过离奇诡异，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噩梦。只是这个露天球馆的保洁在打扫卫生时，被地上那一团西瓜虫的碎末恶心得够呛。那各位，这小江从小就被夸赞是个聪明的人，但他没有想到这聪明却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领导最近给了小江一个大项目，这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临近深夜了。他刚走进电梯，还没有来得及按下按钮，口袋里的手机就震动了起来，是个陌生的号码。他按下楼层键，然后点击了接听。这时手机里面传来了一个悠悠的声音：我可以找你借样东西吗？
这小江是一阵狐疑，这人他也不认识呀，怎么还要找他借东西？难道是打错了？还没等小江开口，对方又来了一句：“可以把你的脑袋借给我吗？”这句话让他瞬间是毛骨悚然。借脑袋？还有这种说法？该不会是什么恶作剧吧？然而还不等他多想，对面已经挂了。此时他心跳的速度开始渐渐变快，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狭小密集的空间让小江感到了一阵寒凉。叮的一声，8楼到了，小江快步走了出去。但就在他准备掏钥匙开门时，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他猛地回头一看，是他的同事小陈。小陈是在宣传部工作，平时他们俩只是打个照面而已，这关系也并没有多密切。他不明白小陈是怎么突然出现在他门口的。只见这小陈凑近他，神神秘秘地说，他从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一直在跟踪小江，他放心不下，这才一直跟了上来。看着小陈的嘴巴在自己面前一张一合地描述着恐怖的场景，再联想起刚才要借脑袋的电话，小江瞬间感觉到了一股浓重的寒意爬上了他的脊背。他嘴唇哆嗦了几下，但是也没敢开口，心早就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但是小江也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陈，不然他就算是被跟踪到家了也不知道。瞬间，这小江对小陈的感情直线飙升，他热情地邀请小陈进家来坐坐。随后，小江去厨房给小陈倒水，他心事重重的想着该怎么办才好，到底是报警还是先搬离这里呢？那个问他借脑袋的人又是谁呢？这不知不觉的，那杯子里面的水早就溢了出来，此时口袋中的手机也疯狂的一下又一下的震动起来。小江打开手机一看，那平时只会回复收到的群，此时却炸开了锅了。群里说，保安大爷在离开公司前锁门的时候，居然在公司的草丛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而那具尸体，据现场的目击同事笃定地说，就是小陈。小江的心跳的几乎要冲破胸腔了，会不会搞错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小陈，那现在坐在客厅里面的人又是谁呢？他的脸色是唰的一下全白了，肯定是同事们搞错了，这大晚上的。小江自我安慰道，他仍然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这真的是小陈吗？小江颤抖着手在聊天框中输入了一段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送，群里的领导就说话了。死者身份已确认是小陈，本事件已经移交给警方处理，请同事们等待结果，不要造谣传谣。是小陈，这一下小江都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停滞了。他偷偷地移动到厨房的门后，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响，小心翼翼地想把厨房的门关上。这眼看着门就要合上了，小江正打算落锁，眼前蓦地出现了一张笑脸，正是小陈。小江大骇，他本能的一推，隔绝了小陈那诡异的笑脸。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此时他的双腿已经软绵绵的，脑袋也是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小江感觉身后一冷，一回头，他的瞳孔猛然放大，小陈又站在了自己的身后面，他还是微笑着。厨房头顶的灯衬得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他的眼睛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小江。我跟了你这么久，不打算给我倒杯水吗？小江此时怪叫一声，疯了一样的夺门而出。这楼道里面冷冷清清的，他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一头钻进了电梯里。电梯下行，小江猛按，身体就像是一张拉满了弓的弦。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每按几下，他就会回头看几眼。此时，楼道上传来了脚步声，啪嗒啪嗒的，是那种拖鞋拖他的响声，可是他却看不见一个人。小江是浑身战栗，他知道是小陈，肯定是小陈追上来了。终于，电梯门终于打开了，
小江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闪身进去。此时在这寂静又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了小陈粗重的喘息声。他先是扭头把电梯的墙壁打量了一遍，又扫视了一遍天花板，没有任何异样。他心想，小陈应该是没跟上来。在找我吗？空灵的声音忽然响起，他的血液都在这1秒时间凝固了起来。此时刚好电梯到达了1楼，小江一头正要钻出电梯，忽然间那电梯的门却合上了，他就这么被夹在了电梯的缝隙中。此时身后又是悠悠地传来了声音：把你的脑袋借给我。小江感觉自己的脖子处是凉飕飕的，浑身都发出那种骨骼碎裂的声音，那电梯门夹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个保安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次日，小江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了。物业在群里面发了消息，一向正常运行的电梯竟然在昨天晚上凌晨2点发生了故障。小江的内心是五味杂陈，他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自己会撞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呢？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才发现，这小陈是自杀。小陈是个挺可怜的人，从小脑子就不太灵光，小的时候老师说他笨，长大之后老板说他不行。前几天有个项目，但是因为小陈的差错，大家的奖金纷纷都被扣下了。同事们十分不满，上班的时候都阴阳怪气的，说是小陈拖了整个组的后腿。小陈自身也是十分内疚，郁郁寡欢了一段时间。而他之所以会从天台上跳下来，因为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人生的种种经历让小陈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其实他早就患病了，却并不自知。至于他为什么会找到小江，小江和小陈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但交集不多。不过小陈早就听说过了小江的大名，他虽然刚来不久，但却晋升得很快，这让小陈羡慕不已，这才产生了要向小江借脑袋的想法。小江知道之后，内心是五味陈杂呢。他从小就听惯了赞赏和表扬，没想到有人却一直活在自卑和阴影中，对小陈的经历是无比同情。所以说，借此故事，他也想告诉大家，请务必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包容。